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了？你再不回来，我就去找你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一股香草的味道。你的房间有蚊虫？没有，是沈先生给我的。沈先生？是关大娘介绍的。天气燥热，少不得会受蚊虫所扰。在下这儿有一些香草，正好送给阿莫姑娘驱虫吧。不用了。别人给你，你就拿着嘛，这也是沈先生的一份心意。那多谢沈先生。阿莫姑娘不用客气，在下不懂针线，这香草再放几日便会风干的。如果能将香草缝制于香囊之中，便可度过盛夏。不知阿莫姑娘是否会女工呢？可否帮在下缝制一只香囊呢？我不会。对不起，我女工极差，也不喜欢针线。沈先生若需要，不妨去镇上看看。是，有卖的，有卖的。你去相亲了？算是吧。你上次不是说你不想去相亲吗？我也不想去，是关大娘把我骗过去的。那个沈先生是什么人啊？做什么的？家是哪儿的？你知道吗？草草见一面，怎么了解啊？他是教书的先生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可不行，毕竟这是终身大事，得仔细斟酌。好，我去准备饭。阿莫，你对沈先生印象如何啊？大娘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哎呀，人都见了，为什么算了？我呀，当初和你大叔连面都没见过就成亲了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双亲都不在，要不然连你们自个儿做主的份儿都没有。如今呢，也见了面了，成与不成还得赶紧决定下来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哎，不少媒婆啊，三五不时的经常往私塾跑呢。啊，大娘，我真是……修大哥，阿莫，你怎么来了？下雨了，我来接你。你眼睛不便，还到处乱跑，万一……这不都好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大娘，我们先……啊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谢谢，关大娘。哎呀，你还认识我呀？常听阿莫说起你，在铺子里面多亏了大娘的照顾，在下代阿莫谢过了。哎，不客气，阿莫太招人喜欢了。哎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走吧。大娘，先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抬脚。哎呀，这修大哥虽然眼睛不好，但是真是一表人才呀。怎么了，阿莫？有个盒子。盒子？花间问书，沈培书。
小白，乖，别怕。阿莫，修大哥，我是不是吵醒你了？啊，没有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看书，蜡烛灭了，我来找火石。这么晚了，别看了，对眼睛不好。明天再看吧。好，那修大哥也早点歇息。哎，阿莫，你回房吧，早点休息。好。袁同，求见天雷真君。神尊，真君，九臣好像回到了从缉院，袁同说的，可是真的？哼，是不是真的，一查便知。可是真君，你亲自下令封闭锁妖塔，我们进不去，如何查看神农鼎的真伪？哼，进不去，就想办法。神农鼎乃6界之宝，是锁妖塔镇塔之物。那么锁妖塔一旦出事，势必会天下大乱。本座身为天宫上神，绝对不允许出任何事情。本座要亲自去查一查。玉不琢，玉不琢，不成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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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不学，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不知义，为人子，为人子，方少时。方少时。今日大家表现不错，就到这儿吧。谢谢先生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走喽，回家喽。请问是沈培书沈先生吗？正是。这位是，在下姓修，是林墨的兄长。哦，公子请用茶。谢谢。在下有些疑问，这阿莫姑娘姓林，公子却姓修，
莫非你们是表亲？并不是，这中间有些复杂。不过沈先生只要知道我和阿莫不是兄妹，胜似兄妹，便好。原来是这样。方才先生未下课的时候，我在门外听了一会儿，知道先生熟读经史子集，颇有文采。但是，怎么？不知先生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，反而在此教书呢？在下寄情山水，并不想追求功名利禄。是寄情于山水，还是屡试不中呢？我功名之事，一次不中便考取第二次，二次不中便备考第三次，怎么能因短时的失利，便弃家人的付出于不顾，贪图娇妻美眷，闲适生活了呢？这是我的事，这的确是你的事，只是因为你和阿莫相识，我为人兄长的，都要了解。那修公子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沈公子如今不适宜谈婚论嫁。之前就听关大娘提起过，这阿莫姑娘有一位对她甚是关照的兄长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很照顾呢。公子今日来此的目的，我听懂了。关公子的谈吐并非是寻常之人，在下只不过是一介书生，并不敢与皎月争辉。若公子真的喜欢阿莫姑娘，为何不去亲口告诉她呢？若公子真的喜欢阿莫姑娘，为何不去亲口告诉她呢？小白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也饿了。我们等修大哥回来一起吃。修大哥，阿莫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我就是周围随便走走。那吃饭吧，都做好了。有一股酒香啊！修大哥，你这鼻子都快比小白还灵了。桃子酒明天就可以喝了。那我去端饭。明天。修大哥，桃子酒，尝尝。你不喝吗？我喝不了，一滴就醉了。我闻闻味道就好。好香啊！阿莫，我有许多事情都没告诉过你。今天心情不错，还有酒，有菜，你想不想听听？好啊。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的家乡在很遥远的地方，我是山林族人。阿莫，我的家乡很美，有四季不败的花，有清澈见底的湖。那里的树高耸入云，鸟雀无数。清早起来，推开窗子，到处都是袅袅升起的青烟薄雾。那里的人生活很安逸，虽与外界不通，倒也自得其乐。真的好美啊！
那修大哥，你在家乡是做什么的？因为你看着还挺有学问的。学问不敢，我是做官的。你年纪轻轻，这么厉害？那你们山林族风土人情是怎样的？有没有有趣的？有啊，我们那里每年2月的第7天，是男子向女子表白求亲的日子；每年7月的第2天，是女子向男子表白求亲的日子。这么大胆？在我的家乡，男人和女人都有追逐爱情的权利。怎么追逐啊？2月7，若有男子恋慕上女子，便会赠上一片竹叶。7月2，若有女子恋慕上男子，便会赠一片桑叶，以此寄情。这样啊。阿莫，我住的地方便有一片竹林。来年2月，你愿意随我去看看吗？阿莫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修大哥，修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修大哥，没事。眼睛疼吗？眼睛。修大哥。修大哥，是他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在紫云台上被战神亲手杀了？他没有法力，只是一个凡人，或许只是长得相像。不对，他能拔出我体内的白骨钉，是凤凰一族的血脉无疑，就是他，没有错。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以前的事，他似乎都不记得了。拜见天雷真君。啊，本座来见战神。回真君，我家神尊不在此地。
胡说！本座已经得到消息，说战神已经回到了从击渊。真君，神尊在静修，不能被任何人打扰啊！静修？哼！你这小神，竟敢拦本座不让进去，耽误了天族的大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九琛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私藏神农鼎！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难怪百般阻拦本座进入锁妖塔。神农鼎是何圣物？你竟敢擅自挪用！你还知不知道天族的法令？你还当不当自己是天族的战神？看来你是真的疯了，九琛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？真君，我要神农鼎有我的用处，还请你高抬贵手。此件事了，我自当回天宫领罪。九琛，你已经犯下了大错，还等以后？现在就随本座回天宫。九琛，诸神都说，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你杀戮太重，毁了心智，被魔所惑。他们那么说，本座还不相信。可今日一见，不是不可能啊。九琛，本座问你，你私盗神农鼎，所谓何事？你不说，那么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真君，此事我已经上报天君了。你以为本座会相信你吗？有什么话，跟天君去说吧。太阿！
降魔！魔印。九臣，真君，九臣所言，并无一字虚假。借用神农鼎一事，我已上报天君。一旦此件事了，立即归还。还望真君高抬贵手，来，容我这一次。大恩大德，他日九臣必有回报。九臣，你我同朝为官数万载，我敬重你文韬武略，可我也不耻你优柔寡断。如果你对你的手下严加管教，或者早些下手，也不至于让远征屠杀我10万天兵天将。再者，你从长征海归来，竟然还袒护冤家。我天祖统一6界，靠的是万物有道，天法森严。即便有些不同情理，我等也应该尽力的维护。九臣，过危及身，大人不仁，这8个字，希望你永记在心。本座不需要你跪我。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是你？真巧啊！是我。我知道。如果时间没有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魔印未消，天宫怎么能放过你？你说你有父母，莫非你已重回6界？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，斗转星移，因为你。就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人欲成岁，缕缕调养。云堂之雨，龙结为霜，今生丽水
一处昆冈。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啊？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篇千字文，我用它来教阿莫认字，我还用它写了一首曲子。他虽然听不见，但他特别喜欢我唱这首曲子。他走的这大半年，我每个晚上都睡不安稳、踏实。老爷，她一个女孩子，也不知道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遇到危险。我当初如果不选择放弃她，该有多好。你不要太自责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行了，早点睡吧。二小姐，刚刚炖好的银耳羹，快来喝一碗。来，走开！行了行了，不玩了，快回家吃饭去吧。姥姥，回家吃饭喽！吃吧。原来阿莫是这样长大的，难怪他是那样的性子。只是当日在紫云台之上，战神亲自出手，他是如何逃了一劫，又为何出现在凡间？他的魔印未消，天宫是否知晓？魔君是否知晓？若被人知道他在此处，怕是会引来大祸。修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晚上你做噩梦了，一直在叫嚷，我不放心你就过来了。是吗？身上好酸，好像跟人打了一架。
你瞧瞧你这一头的汗。你能看见了？能看见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早上醒过来，就能看见了。你来，这是什么？树。那个呢？桌子。还有那……阿莫，那是大海。阿莫，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我伤的是脑子。难道不是脑子吗？那你突然好了，就不会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的眼睛康复了，我应该高兴。为什么要紧张？话虽这么说，但若不知因何而愈，便难知会不会再犯。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吃了什么？会不会是孙大夫的药？我就说他医术高明吧。你等着，我再去煎2副，你巩固一下。阿莫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如果那个孙大夫的药真的有效的话，怎么隔了那么久才有效果？那是因为什么？也许是因为你炖的海鱼虾米呢？会吗？会的。既然好了，那就是老天的恩德，是孙大夫的仁心仁术。我们要谢神，谢大夫。都谢，都谢。我要洗漱上工了。你一会儿我送你。邱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眼睛好了，出来逛逛。啊，那你等我下，我很快就下工了。大娘。哎，你眼睛好了，能看见我了？托您的福，我的眼睛好了。哎呦，真好，得感谢上天保佑，得到庙里去还愿呢。哎，怎么，他眼睛好了吗？啊，我看看。好，太好了！老夫自己都想不到，我的医术能如此精湛，把你这样的疑难杂症都能治好。哎，看看脉象，脉象相当平稳。不过我提醒你，眼睛刚好，不可过度使用，碰到强光不可直视，以免复发。多谢，在下谨记。好，明天我再给你开2副药吃一吃，巩固一下。有劳。哎，我说以后你别老跟人讲神，神在心中，心存善意自然好。但是你生了病，不是还得找医生吗？啊？是，神医。我这就给你开药方去。大娘，阿莫在这的这些日子，全靠你照顾了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小事，阿莫太招人喜欢了。我这有一个礼物，略表下心意，
哎，你一定得收下。不，这…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哎呀，你求大娘有事直接说得了，你送什么礼呀？我希望大娘今后不要再给阿莫相看亲事了。哦，我看阿莫孤身一人，该嫁人了。是啊，该嫁人了。阿莫。啊，关大娘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走吧。我和关大娘说了，让她以后不要给你相亲了。大娘没说你一个男子太多事了吗？不是多事，是我的事，以后你需要有人照顾。